妻子去国外出差的前一晚，我偷偷把她的避孕药换成了9块9的叶酸片。陈默，我的行李箱你帮我检查一下。检查好了。证件呢？护照、签证、工作证明都在前面的拉链袋里。6个月，够久的。没办法，瑞典那边项目组缺人手，领导点名让我去。如果不是3天前我亲眼看到他手机屏幕上弹出的那条消息，我可能真的会信。Eric 说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很美，等你来。我查过 ，Eric Lindberg 是苏念公司瑞典分部的副总裁，41岁，离异。去年9月，他来中国出差，在公司研会上和苏念有过合影。那张合影里，他的手放在苏念腰上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航班7点半。3年前的苏念不是这样的，现在他连我碰一下他的手都会缩回去。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把时间线梳理了一遍。去年8月他开始频繁加班，10月他换了手机锁屏密码，12月他第一次以出差为由在外面过夜，今年2月他主动提出去瑞典，每一个节点对得上。如果他在瑞典6个月里没和别人发生关系，这些叶酸片就只是普通维生素，对身体没有害处。可如果她怀孕了，避孕药变成叶酸，反而是在帮她备孕。凌晨2点，屏幕亮了半秒，我没有去看。不需要了，叶酸片已经放进去了。这是我给自己设计的验证方案，不对峙，不争吵，不跟踪，不查岗，我只等一个结果。离婚协议我拟好了，随时可以签。房产、车辆、存款，按你说的方案分割。你确定不要争取更多？不需要，房子给他，车归我，存款各一半。你在这段婚姻里投入的可不止这些。我要的不是钱。行，你想清楚就好。另外，你让我查的那个瑞典人，怎么了 ？Eric 去年在国内待了3个月，至少去过你妻子出差的3个城市。你要看详细行程吗？不用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倒计时6个月。我把苏念走后的第1天，用来整理这段婚姻的账，不是经济上的账，是情感上的。我叫陈默，32岁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在家接翻译稿子的自由职业者。苏念的父母这么认为，苏念的弟弟苏杰也这么认为，苏念大概也这么认为。我每天看起来就是做书房、买菜做饭、接苏念下班，但我电脑里真正在做什么，从来没人关心，也没人问过。陈默，念念走了，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吧？正好苏杰最近资金周转不开，你先借他15万应应急。15万，上个月刚借了8万，到现在1分没还。妈，我手头也紧。你紧什么？你一个翻译1个月好几千块，又不出门花什么钱？念念的工资卡不是放在你那儿吗？先从那里拿。那是念念的工资。念念是我闺女，我替她做主怎么了？行了，下午苏杰去找你拿。我看着屏幕上刚完成的一份网络安全审计报告，客户是一家上市公司，这一单的费用是47万。姐夫，钱准备好了？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妈说的，我没答应。我姐在瑞典给你挣面子，你连这点忙都不帮。上次的8万先还了再说。那点钱至于吗？至于。陈默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姐嫁给你算委屈了，你该感恩才对。从结婚到现在，你找我借了31万4千块，1分没还，每一笔都有转账截图。
你还记这个？我做翻译的，对数字敏感。门口左转，电梯在走廊尽头。你，操！这台电脑连接的是一个加密网络，里面存着我过去5年所有的工作成果和客户资料。沉默，网络安全领域独立顾问。客户名单里有6家世界500强企业，12家国内上市公司，还有3个不能对外公开的政府项目。年收入这个数字如果让苏念知道，他大概会以为我在开玩笑。可他从来没问过，他只知道我是个翻译。因为我从来没解释过。结婚3年，他一次都没有走进我的书房，看一眼屏幕上到底是什么。男方放弃婚后共同财产中的房产份额，仅保留个人先前财产及个人看护资产。苏念不知道我的个人看护里有多少钱，没人知道。你确定？那套房子你也出了一半首付？确定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在离婚的时候和他纠缠任何一件事。万一那个叶酸的事情，万一他没有……赵磊，如果他没有，我会亲自向他道歉，把药换回去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如果他有呢？那这份协议直接寄给他。3年前，苏念也说过要养一只狗，后来他说工作太忙，没时间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先说没时间，然后就真的没有了。那边还适应吗？还行，就是时差有点难受。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自己做的？以前一个视频电话能聊1个小时，现在5句话就把能说的都说完了。工作怎么样？挺忙的，项目刚启动，事情多。你旁边有人？没有啊，我看了一眼时间。对了，我化妆包里的药我找到了，谢谢你帮我收拾行李。我的心跳停了半拍。你检查过了？没仔细看，就是确认在不在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他没看出来，2种药外观上的差异，只有背面的刻令不同。不把药片取出来逐个对比，根本不会发现。那我先挂了，明天还有早会。好，早点休息。他说旁边没人，可画面晃过时，我看到茶几上有2个杯子，也许是他自己用了2个杯子，也许不是。这不是监控软件，我没有在苏念上装任何东西，但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是公开的，他同事方林的朋友圈也是公开的。照片角落里有一封邮件的局部，谁见人栏里有 Eric Lindberg， 主题行前几个字母是 Re-Stockholm Dinner I Dinner Arrangement 晚餐安排。方林不在瑞典项目组，为什么电脑上会有发给 Eric 的邮件？除非这封邮件是苏念转发给他的。闺蜜之间分享晚餐安排，在普通同事关系里很反常，但如果是帮闺蜜参考约会餐厅，就很合理。证据不需要太多，我只需要最后那一个结果。你的离婚协议我已经定稿了。另外，有个事儿要告诉你，你那个前客户周远航，就是华盛集团那个，上周托人找我，他想请你做一个安全系统升级项目，报价800万。拒绝。为什么？800万啊！我现在不想接大项目。沉默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手里的技术值多少钱？你自己清楚。你窝在小书房里接散活，1年赚个百把万，对你来说就是玩儿。你要是正经开公司，我说了，
不想。因为苏念。你当初不声不响的做这行，就是因为他。他说不喜欢你太忙，你就把工作压缩到他上班的时间段。他说做安全这行危险，你就从来不跟他提工作内容。你把自己活成隐形人，就为了让他觉得你是个安稳的丈夫。这件事儿跟他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。你清华毕业，网络安全硕士，还是这行排名前10的独立顾问。结果你老婆家里人管你叫那个翻译的。你知道上个月苏杰在外面怎么跟人介绍你的？我姐夫啊，就是个在家翻译文件的，吃软饭的。吃完了吗？走了。沉默。再过4个月就有结果了，在那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变。沉默。苏杰说你上次态度很差。我只是没借钱给他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念念不在家，你就翻脸了？妈，苏杰该还的钱。提钱，一家人提什么钱？你这么斤斤计较，怪不得念念说跟你过日子没意思。念念跟你说过这话？15万，你到底借不借？不借。你……苏念跟他妈说过，跟我过日子没意思。什么时候说的？为什么说的？无所谓了。我开始把所有工作资料做双重备份，然后清理掉这台电脑上的所有痕迹。4个月后我会搬走，这套房子里不会留下任何属于我的东西。苏念走后第3个月，他的视频电话越来越少。忙吗？最近赶进度。注意身体。知道了。你呢？还那样。好，挂了。我不再分析他的背景，也不再数茶几上有几个杯子，因为更直接的信息已经到了。赵磊查到 Eric 在斯科戈尔摩的住址，那套公寓在 Estmar 区，离苏念办公室步行12分钟。赵磊没有做违法的事，这些都是公开房产登记信息。但他查到 Eric 的公寓3个月前多了一张住户出入卡申请，申请人的姓名缩写是 SN， 苏念的拼音缩写。我把这条信息存档，没有任何情绪变动。3个月前换药片时，我还有愤怒、不甘和侥幸。也许2个杯子都是他自己的，也许 Eric 只是普通同事，但3个月过去，这些也许已经被事实碾碎了。现在我只有平静，像水一样的平静。方林发朋友圈说，有时候放弃不爱你的人才是成全自己。我不确定他在说谁，但苏念点了赞。姐夫，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来，咱俩喝2杯，当我赔罪。钥匙。啊？苏念给你的备用钥匙，还我。行，给你。不过我跟你说，陈默，你这人太小气了，难怪我姐……你姐什么？没什么，算了，喝酒吧。不喝，你可以走了。陈默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近人情？我姐不在家，你至少跟我客气点吧。客气是给客人的，你不是客人。我是你小舅子。对，一个借了31万不还的小舅子。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姐，让她回来跟你好好算算账？随便。你……门在身后。帮我找个新住处，2室1厅，安静点的小区，月底前搬。你提前搬了，不等6个月。不等了，结果已经够了。钥匙锁里面，房产证放卧室抽屉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要？我要的东西，这套房子里没有。搬家那天是个周六，我只搬了2个行李箱和1台电脑。那把菜刀是我大学时买的，
用了10年。苏念的东西我一件没动，我们的结婚照留在原处，还有苏念买给我的那块手表，全部留下。小陈，你这是搬家啊？换个地方住。你老婆呢？出国了。哦，那你这是去陪她？新住处在城东，赵磊帮我租的。通讯录，苏念，拉黑。方林留着，他是我间接确认时间节点的渠道。然后我接了周远航那个800万的项目。赵磊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该再窝着了。第1周我接了3个客户，总报价1200万。陈默，你的系统方案我看了，非常好。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华盛？不是打工，是技术合伙人。什么条件？你负责集团信息安全体系，我给你5%股份，按现在估值大概值3个亿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可以，不着急。你怎么在48小时内定位到那个漏洞的？经验。你这种经验，全国找不出5个人有。考虑好了给我电话。股份的事儿可以谈，5个点是底线，上不封顶。第4个月，方林的朋友圈突然安静了。他删掉了那条放弃不爱你的鸡汤文。为什么删？有人看到了，还是苏念让他删的？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如果你愿意听的话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到什么程度？全部。他的反应确认了一件事：方林知道苏念在瑞典发生了什么，这说明事情程度可能比我预想的更严重。瑞典那边还有什么新的信息吗？你确定要听？说。Eric 的公寓3周前有一笔家具采购记录，1套婴儿床。确认了。确认了，送货地址就是那个公寓。叶酸片换上去才4个月，时间完全对得上。苏念上周申请延长外派，从6个月延长到1年。批了吗？还在审批中。他要延长时间，是因为项目，还是因为别的？赵磊，离婚协议准备好了吗？随时可以寄。先不寄，等他回来。如果他延期到1年呢？他会回来的。他的延期申请不会被批准。第2阶段团队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。那他怎么办？要么回来，要么辞职。陈默，你一开始就算到了这一步。我只是做了最坏的假设，然后每一步都验证了。赵磊，下个月我要参加一个网络安全行业峰会，地点在上海。我需要以个人身份参加，不挂任何公司名义。你要公开露面了？差不多。为什么是现在？因为我要让一些人知道，我不是一个翻译。参会的都是全国顶尖的网络安全专家、企业高管和政府代表。这个题目很学术，但台下的人都知道，能讲他的人参与过国家级别的安全项目。考虑好了，8%，成交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自由职业者，我是华盛集团的技术合伙人，负责整个集团的信息安全体系。8%的股份，当时价值4.8亿。陈先生，请好，久仰。我是明远资本的合伙人李钊。明远资本专注科技投资，
管理规模过100亿。我对你的技术方案很感兴趣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创业？暂时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愿意做你的第一个投资人。随时联系。围巾挡住了大部分身体，但挡不住微微隆起的腹部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证据，全部就位。上海的夜景很好看，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故事。我的故事快到收场了。苏念的延期申请没批，他按原计划第6个月末回国，他的回国航班定在下个月16号。你准备怎么面对他？不面对。什么意思？我搬了家，换了号码，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。那离婚协议怎么给他？他会来找你，你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我的朋友。不要告诉他我的新地址和新号码。华盛8%股份，最新估值约5亿，这5年做独立顾问，剩余大约600万。3个新项目，回款周期3个月，总额1200万。这项专利是我读研期间开发的加密算法，每年的授权费大约80万。这些法律上都与苏念无关，我放弃的只是那套房子里属于我的150万。苏念以为她嫁了一个年入10万的翻译，而我什么都没说，就走了。他永远不会知道，他亲手推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或者他迟早会知道。苏念回国的那天，我在新公司的办公室里。是的，我有办公室了。30个人的团队，全是我亲自面试招进来的。他落地了。他到家了，发现你搬走了。他在给你打了10全是关机提示。他打我电话了，接吗？接，按我说的做。赵律师，陈默去哪儿了？他搬家了，为什么？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他手机打不通，微信也加不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？陈默委托我转交一份文件给你，你可以来我的律师事务所。什么文件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他到我办公室了，把协议给他了。他什么反应？哭了。哭了。然后呢？他说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不同意离婚。你怎么说的？陈默让我转告你，祝你和 Eric 幸福。他走了，走之前问了一句话。什么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我不清楚。他问的是他怎么知道的，不是 Eric 是谁，不是我和 Eric 没有关系，也不是这是误会。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。到此为止，但事情没有到此为止。陈总，有人来找，一位女士说是你的家人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陈默，你凭什么跟念念离婚？你凭什么搬家不告诉我们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是我的工作单位，有什么事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不换，就在这儿说。你让我闺女哭了3天，你知不知道？
姐夫，不对，陈默，你厉害了啊！搬家拉黑，一声不吭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姐在瑞典辛辛苦苦工作，你在国内搞这些花样。在瑞典辛苦什么？他辛苦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问你女儿 Eric 是谁，问他为什么肚子大了不敢回来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这是4个月前的照片，现在应该更明显了。你们去问他，孩子是谁的？这不可能！这是 PS 的吧？你姐的闺蜜方玲发的，你问她是不是 PS？ 陈总，这是陈总，你在这儿上班？他不是上班，他是华盛集团的技术合伙人，负责整个集团的信息安全中心。要不要我介绍一下陈总的具体职务？不用，他们只是来问我一件私事，已经说完了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出门右转，1楼大厅有出租车交车点。他不是翻译。消息传得很快。陈默，苏念让我联系你，他说有话要跟你当面说。说他可以解释。离婚协议在赵磊律师那里签了就行，不需要当面。他不签，那就走诉讼。你知道我知道什么，也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苏念不签，说明他还想把事情按他的版本重新定义。赵律师，我是苏念的父亲，念念和小陈之间的事，我想跟你谈谈。离婚协议条款很清楚，陈默已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。我不是说协议，我是想说念念可能有苦衷。什么苦衷？他说在瑞典是被那个外国人纠缠的，他没做对不起小陈的事。关于这件事，陈默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具体细节建议你问你女儿。什么证据？这个我不方便透露。两个年轻人的婚姻能挽回就挽回吗？小陈这个人我了解，他很好。3年前你在婚宴上说过一句话，我闺女嫁给他算是低价了。陈默记得很清楚。做得好，他家人会继续找的。我知道，下一个来的应该是苏念本人。6个月不见，他瘦了。4月不冷不热，他却把外套扣得严严实实。陈默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前台说我是你太太。我们在走离婚程序。程序还没走完，我还是你太太。以前看到他的眼睛会心软，现在不会了。有什么事说吧。我们能找个地方坐下来谈吗？就在这儿说。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哪样？ Eric 是我的上司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。你在他的公寓住了4个月。你怎么？谁告诉你的？你的出入卡记录，斯德哥尔摩的公寓租户登记是公开信息。公司宿舍太远了，他让我暂时借住。苏念，你在他家买了婴儿床。陈默，听我说，协议在赵磊那里，签了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不要房子，不要钱，我要你听我说完。你说。Eric 和我是发生过关系，但只有一次，那次我喝多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次？是的，就一次。
之后我就搬出来了。几个月了？4个半月。你的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？你回答我。11月底。受孕时间大约在12月中旬。12月中旬，你到瑞典才40天，所以你的只有一次，是到瑞典40天时就发生了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6个月。不是的，是 Eric， 他请了整个部门吃饭，我喝了酒。你一直在吃避孕药，喝1次酒就怀孕？对，我一直在吃药的，怎么会？陈默，我的药，你是不是动了什么？你动了我的药，对不对？你换了，对不对？你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从一开始就在设计我。我没有设计你。那你为什么换我的药？因为如果你忠诚，吃叶酸还是避孕药没有任何区别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是提前准备了一个验证方案，通过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；没通过，结果你看到了。你把避孕药换成叶酸，叶酸是帮助怀孕的东西，你故意让我……我故意让你什么？我强迫你上 Eric 的床了吗？陈默，你太残忍了。残忍？你在瑞典跟别的男人兴时时想过这个词吗？我说了，只有一次。一次就够了。你……我不想跟你在大厅里继续说这些。离婚协议你签不签？我不签。那我们法院见。陈默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我们3年的感情，这3年里，你走进我书房看过一眼我在做什么吗？你问过我的工作是什么吗？了解过我是怎样的人吗？你以为我只是翻译？你妈觉得你低价，你弟说我吃软饭。3年，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，而我看了你3年。手没有抖，心也没有乱，但一种很深的疲惫从骨头里冒了出来。他走了，在大厅坐了半个小时才走的，哭了。他旁边还来了一个人，方林扶着他走的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没感觉了。诉讼材料我开始准备，如果走诉讼，你要提供证据。够了，照片、出入卡记录、方林朋友圈截图，需要更多。我还有他和 Eric 的公开互动记录。亲子鉴定要不要做？不需要。孩子不是我的，这一点不需要证明。我出国前1个月和他没有任何接触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周远航发来一封邮件，安全战略计划需要我过目。办公桌上没有一张苏念的照片，从来就没有放过。陈总，有一位老先生说要见您，他说姓苏。让他上来吧。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有些驼了。坐吧。小陈，不，陈总，叫我陈默就行。你瞒得够深的。
不是我瞒，是没人问。念念的事，我已经问过他了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确实对不起你。他说喝了酒，犯了一次错。他以为自己一直在吃药。他确实一直在吃药，只不过被我换成了叶酸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不确定，如果我冤枉了他，叶酸只是维生素，对他没有伤害。如果我没冤枉，那你得到了你要的答案。是的。小陈，我们家这些年对你确实不够好。慧芳嘴碎，苏杰那孩子不成器，总是麻烦你。婚宴上我说过的那些话，我也后悔。苏叔，你今天来不是为了道歉的吧？我是来求你的。求我什么？念念现在怀着孕，状态很差。那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但离婚的事儿能不能缓一缓？苏叔，我缓了6个月了，该验证的验证了，该准备的准备了，现在只需要签字。如果他不签呢？法院会判。小陈，你比我想的要硬气。不是硬气，是凉床透了。如果当时你直接问他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我问了，他会承认吗？他没去公司，约了我办公室。他说想3方谈一次，你在场。行。方林怎么在？苏小姐是坚持要带一个人来。谈吧。陈默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吵架，我想好好跟你说几件事。说。第一，我和 Eric 是我做错了，无论原因是什么，酒后也好，寂寞也好，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我不找任何借口。第二，关于孩子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下个月去做手术。第三，你换药的事我不打算追究，虽然你侵犯了我的知情权，但我承认，我也该面对这个问题。第四，我不同意离婚。理由？因为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婚姻没有过好的时候。我想回到那个时候。回不去了。你试都不愿意试。你让我试什么？假装不知道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假装一切没发生过。我说了，孩子我会处理。这不是孩子的问题。你到瑞典第4天就干了这种事。我每天6点起床做早饭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吃；每天晚上检查门窗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住。我做2个人份的饭，再丢掉一半。陈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真实工作吗？因为你说不在乎我挣多少钱，只要我陪着你，所以我把工作压缩到你上班的时间段。你一回家，我就只当一个陪你的丈夫。你做到了，你一直做得很好。但你没有做到。你说不在乎钱，但你妈每次都说翻译能挣几个钱。你在同事面前从来不提我的工作，也不给我陪你的机会。你直接去找了一个瑞典人陪你。不是这样的 ，Eric。我不想听 Eric 的名字。如果你不同意协议离婚，陈先生将提起诉讼。让他起诉好了，法院也不会判一个怀孕期间的女人离婚。
女方怀孕期间，男方通常不得提出离婚，但有一个例外。什么例外？女方存在重大过错，包括婚姻期间与他人同居。念念，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。陈默，你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留。你出国前一晚，我就已经把余地你了。那板曲酸片，就是你的余地。你冷血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一直做2人份的饭，真的，你很难搞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诉讼材料我后天交，快的话2个月开庭。好。这2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，华盛估值翻了1倍，我那8%接近10个亿。你来3个月，我们的安全系统直接拉到第1梯队。上周那家基金就是冲着你的安全体系投的。不敢当，别谦虚。你的离婚官司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赵磊在处理，有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年度技术贡献奖评委会推荐你，要不要去领？什么时候？下个月20号，在北京国际会景中心，到场有大半个科技圈的。行，我去。方林让我转达一条消息，苏念做了产检，孩子是健康的，她在犹豫要不要留下来。跟我没关系，她的孩子，她自己决定。陈默，我不是来吵架的，我是来道歉的。以前是我不好，念念不知道珍惜你。钱阿姨，苏杰借的31万，你帮他还了吗？苏杰现在手里也紧，那就把这些水果钱省下来还账吧。念念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能原谅一次吗？第4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不同意离婚，理由是感情尚未破来。同时，对方提出反诉，要求男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，理由是私自更换药物，侵犯身体自主权和知情权。他要反诉我，你换药这件事确实有法律风险，什么级别的麻烦？金额不会太高，但可能影响离婚财产分割。我已经放弃房产了，他还想要什么？他要的不是钱，他要法院认定你也有过错，这样他道德上就不完全是被告。好，那就让他试。我有一样东西，等开庭的时候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关系在他出国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年会合影不是偶然，来中国3个月不是偶然，去瑞典也不是偶然。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你。对，所谓喝了1次酒是提前策划好的。为什么你之前不说？因为之前不需要。他如果签了协议，这些证据永远不会出现。对了，赵磊，下个月20号，我在北京领一个奖，帮我留意苏念的公司有没有收到邀请函。你觉得他会去？他不会去，但他的同事会去。你要让他的同事看到你。不是让他们看到我，是让他们知道他眼里的翻译到底是谁。大厅里坐了600多人。这套西装是周远航帮我订的。下面有请陈默先生，清华大学网络安全硕士，独立安全顾问领域最年轻的 TOP 10专家，现任华盛集团技术合伙人及首席信息安全官。过去5年，
他主持超过40项企业级和政府级安全项目，累计为客户挽回经济损失逾20亿元。感谢评委会，感谢华盛集团。台下有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苏念的直属上司林正，他带我去过2次公司年会，每次我都坐在角落里，被所有人忽略。小苏，你老公就是在家翻译文件的？对啊，他比较宅。陈先生，你是苏念的前夫？快了。你是华盛集团的技术合伙人？是。可是苏念说你翻译，我确实做翻译，技术文档中英英，偶尔接几单。这个奖上一届获奖者是张院士，苏念知道吗？他现在知道了。陈先生，如果你有空，我们公司的安全系统也需要升级。可以，让你们技术负责人联系华盛集团就行。那谁，我前妻的上司，他什么表情？跟被雷劈了一样。苏念撤了反购。什么？撤销了关于换样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。为什么？林正回去后大概跟公司的人说了什么？你现在在圈子里的名字已经不是秘密了。如果这事儿被媒体挖出来，他比你丢脸得多。他终于算清楚这笔账了。反诉撤了，但他还是不同意离婚。没关系，开庭时间定了吗？下个月12号。到时候见。我忽然想，结婚那年也是这样的雨天。陈默，我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只要你陪着我就行了。那个时候我信了，我信了3年。大约6个月了。我和赵磊坐在被告，不对，我是原告。原告方陈述诉求。原告陈默与被告苏念于3年前登记结婚，被告出国期间与他人发展婚外关系，并已怀有身孕。原告认为双方感情已经破裂，请求判决离婚。原告自愿放弃房产匹勒，仅保留个人婚前财产。被告方。被告认为双方感情尚未完全破裂，且被告目前处于孕期，请求驳回离婚请求。原告未经同意私自更换被告药物，这体现了对婚姻的不信任和对配偶的不尊重。原告方有什么回应？关于更换药物一事，我方承认该行为存在，但起因是原告发现被方婚外关系初步证据后的验证行为。第一份 Eric 公开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，拍摄时间为被告出国前1周，配文为“期待你来”。第二份 Eric 去年在中国出差期间的行程记录，3个月内他去了被告出差的3个城市。第三份被告在瑞典期间办理的公寓出入卡记录，申请人姓名缩写与被告一致。第四份被告闺蜜转发的被告近照，照片显示腹部明显隆起，受孕约在到达瑞典后1个月。被告方对以上证据有什么意见？被告承认与 Eric 存在不当关系，但认为这是一次酒后失误，双方并非长期同居。出入卡记录显示，被告连续居住超过4。被告方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审判长，我能说2句吗？可以。沉默。苏女士，请对审判长说。审判长，我承认我犯了错，这段婚姻里的过错方是我，
但陈默在我出国前就已经计划了一切。他换了我的药，联系了律师，准备了离婚协议。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改正的机会。原告方，被告说的没错，我在他出国前就开始准备了，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发现足够多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他手机上弹出 Eric 发来的消息：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很美，等你来。他主动申请去瑞典，换了手机密码，还以出差为由频繁在外过夜，但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我用了一个确实不太恰当的方式验证。如果他清白，叶酸片不会造成任何影响，我只是等一个答案。答案出来了。是的。休庭30分钟后继续。赵律师，我的当事人希望庭外和解，他同意签离婚协议。条件呢？和原协议一样，房子归他，车归陈先生，存款对半分。另外，他希望陈先生当面说一声对不起。为换药的事儿，告诉他，对不起。为了换药？不是，为了在他面前装了3年翻译。3室2厅，140平米，全款，零贷款。你家产好几个亿的人，就这点家当，够用了。也不买个沙发？明天买。你是真不会过日子。以前有人帮我过，现在我自己过。说实话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轻了。就这样？像一个背了3年的壳被卸掉了。不是它是壳，是我自己把自己装进壳里了。赵磊，帮我打听一件事。苏念的孩子，他最后怎么处理？你关心？不关心。但我需要这件事的结局。好，我问问方林。苏念决定把孩子留下来。留下来？他和 Eric 联系过了 ，Eric 说愿意负责。苏念在考虑是否去瑞典找 Eric。他的工作呢？辞了，他上周递的辞职信。苏念辞了职，离了婚，决定去瑞典投奔 Eric。3年前，他有稳定工作，有家庭，有一切。3年后，他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，不是解气，不是同情，是一种很远的距离感。河水往哪个方向走，已经跟桥没有关系了。华盛的安全系统通过了国际禁人认证，虽然只是行业媒体，但传播比我预想的快。从独立顾问到行业标杆，他用3年完成了什么？3年。记者不知道，我真正完成的不是什么行业标杆，是从一个装在壳里的人，变成站在阳光下的人。赵律师，那31万我还，分期可以吗？苏杰说31万他还，问能不能分期。行，让他还吧。你要利息吗？不要，我已经不恨他们了，失望也已经过了。你什么时候恨过？好像确实没恨过。3年前就该把真实身份亮出来。如果亮了，苏念爱的就不是我，是我的身份。他爱过，但不够。
沉默，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孩。我在斯德赫尔墨，一切安好。对不起。我的8%，解禁后价值超过15亿，但我没有卖。它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企业内部安全团队之一。陈默，你现在考虑创业了吗？你还记得？我说过，你想创业，我做你第一个投资人。多少？3个亿起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然后我注册了一家公司，顿安科技，专注中小企业低成本、高效能信息安全方案。第2年，营收突破2亿，不算华盛股份，我持有顿安42%。33岁，我从翻译变成总资产超过20亿的人。这些数字于我而言，只是数字。那个人是我们老板，特别厉害，但特别低调，看不出来啊，穿得这么普通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在书架看到了那个奖杯，旁边是赵岭在公司成立那天拍的照片，没有别人，就我一个人，够了。苏念，4年没见，混血的特征。沉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叫安安。Eric 呢？分了，1年半以前。他不管孩子？他每个月打抚养费，但不见面。你回来做什么？找工作，带孩子，重新开始。我不是来找你复合的。我知道。我只是路过，看到你公司的招牌，想看看你。你过得好吗？还行，还行。恭喜你，顿安科技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。谢谢。妈妈冷。好，我们走了。沉默。当年的事，我确实对不起你，不是场面话，是真的对不起你。我知道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重来不了。也是。那再见。再见。就是一辆普通 SUV。谁都曾得了，不过了捏住我来。苏念已经不在那里了。5年后，我在一个冬夜走出了最后的遗憾。5年前，我在雨天走进一段婚姻。5年后，我在晴朗冬夜走出了最后的遗憾。路还很长，但方向清楚，往前走就好了。没事，不加糖。他还记得我喝什么咖啡，凉的。陈总 ，C 轮融资意向书拟好了，估值50亿，恭喜。
这是本周最重要的工作。36岁的陈默，顿安科技创始人，华盛集团终身股东，年度技术贡献奖获得者，控制资产超过30亿，单身。他是我从楼下捡的，我给他取名叫默默，因为他跟我一样，不太爱说话。一个人份的，不会再多做了。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故事，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，不算精彩，但足够真实。那些人我早忘了，我只记得当初那版叶酸片花了23块钱。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。